真吵，我有心急，听不得这种蛮铃声。摘了！摘什么？公主体弱，一季来和亲，就该懂中原规矩。摘翎、卸刀，跪行入城。还想，他明知我是大梁嫡公主，还带这种蛮铃进京，是不是故意将我兵发？我第一次来大梁，没人告诉过我，你连风声都要管。放肆！昭宁公主金枝玉叶，岂容你一个和亲女顶撞？呼延姑娘，既入大梁，就该守大梁礼法。公主既不喜，你摘了便是。国书上写的是姑娘，称谓小事，不必计较。我也不是要为难他，只是今日皇兄亲迎，满城百姓看着他一身胡服，腰间挂刀，脚上叮叮当当，若让百姓误会我大梁怕了漠北，岂不伤了两国体面？来人，替呼延姑娘卸刀摘翎，换公制软鞋，跪行3步入城，以示归顺。收去。这是大梁皇帝的意思。入城礼仪由礼部定夺，本将奉命守城，自然要护我大梁公主周全。算了，他若不肯摘翎，便让他在城外候着吧。哼哼，来人，摘了他！谁敢碰少君？反了！一个陪嫁蛮奴，也敢在京城动手！皇兄怎么还不来？我心口疼得厉害。陛下驾到！皇兄，我不是故意拦和亲队伍，只是那铃声实在刺耳，我心口疼。漠北王女，呼延赵烨，昭宁自幼体弱，她若不是，朕也不能不管。既然只是银铃，你摘了便是。两国联姻，贵在相让。若今日是大梁公主入漠北和亲，漠北人嫌她凤冠刺眼，要她摘冠跪行，陛下也觉得贵在相让。大胆蛮女，你既来和亲，将来就是大梁妇，怎敢拿自己同昭宁相比？皇兄别恼，他在塞外长大，不懂尊卑也是有的。他若肯摘翎，我愿意把自己的御暖炉送给他，算作赔礼。你觉得一只暖炉能换漠北亡灵？我只是好意。那我也好意提醒你一句，漠北女子的亡灵只有3种时候能摘：死后入关，登汉位前，或者向敌人宣战。陛下，此女危言耸听，漠北既遣她和亲，便是有求于我朝。若今日因一枚铃铛退让，武后漠北使团入京，岂不人人佩刀纵马？呼延姑娘，你父汗送你来，不是让你摆王庭架子的。盟约已定，你入宫为妃，漠北得岁贡互茂，莫要一时义气，坏了你族人活路。沈尚书看过盟约？自然。哪一份？我带来的国书你们没验，大梁礼部手里的副本我还没见。沈尚书怎么知道盟约写的是我入宫为妃？国书内容，岂容你当众质疑？皇兄，我好难受。还愣着做什么？摘翎！若赵宁有个好歹，哀家要他整个送嫁任务赔罪。是。陛下也要这么做。摘。什么亡灵，不过是个小事。到了大梁，公主说不喜欢，你就得摘。少君！别弄疼他，他毕竟远道而来。稳住！漠北骑兵不敢攻城，他们少军还在这里。
昭叶姑娘，你别怪我，我只是病了，病人总是受不得委屈的。昭宁乃大梁嫡公主，生来尊贵，她一句不是，比你10句委屈都要紧。备战！备战！皇兄，他们要造反吗？陛下，现在你满意了？不过虚张声势，漠北王年迈多病，不敢开战。漠北仙蛤昨夜崩逝，王庭36部已奉遗诏，用少君呼延赵夜继汗位。请星汉示下，今日大梁辱我亡灵，是按盟礼议罪，还是按敌国宣战？你傅汉崩了。昨夜，那你为何不早说？陛下验过国书吗？我入城前3次请验国书，第1次，守城君说昭宁公主未醒；第2次，礼部说先改仪容；第3次，太后要摘我亡灵。陛下，大梁没有打开的东西，怎么成了我隐瞒？即便他继了汉位，也不该纵兵压我大梁京城。陛下，他隐瞒身份，其心可诛。皇兄，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若早说自己是心寒，我也不会。不会什么？我只是听不得铃声，我真的病了。病了，可以治，但手贱得罚。放肆！你虽是漠北星汉，也不能在大梁京城威胁哀家的女儿。太后错了。什么？不是威胁。请星汉示下。现在重新谈盟，或者开城应战。开正门，迎漠北星汉入城。皇帝，今日之事是大梁失礼，朕会给星汉一个交代。先从称呼开始，请呼延汉入城。呼延汉，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是草原上的王，我只是个病人，你别同我计较好不好？昭宁公主，你刚才让人扯我亡灵的时候手停稳，别装了。国书在此。韩王，他们改了盟书副本。怎么改的？原盟书写的是两国互市共守边境，漠北心寒入京会盟。大梁礼部这本写成了漠北县女和亲，求大梁赐粮3年。沈崇礼，陛下明鉴，臣所见副本时本就如此，或许是漠北文书传递有误。漠北国书一式3份，封泥皆有狼首火印，拆开即毁。乌兰鹤，沈尚书，你改盟书的时候，没人告诉你，漠北的狼眼睛从不向下看吗？够了，昭宁身子要紧，盟书之事稍后再查，先送公主回宫。不行，你还想怎样？他让人扯断亡灵，是第一个交代。那你要我偿命吗？命不必，手伸出来。从现在起到盟约重签之前，你亲自捧着他。若掉一次，城外战鼓响一次。呼延汉何必这么咄咄逼人？
你如今已经得了体面，我也受了惊吓，难道还不够吗？你受惊，是因为你做错事。可你也没有真的受伤。草原女子皮糙肉厚，这点伤也值得拿出来说。大梁太后若觉得不值，不如让昭宁公主也被人当众扯断凤冠，划破额头，再说一句不值。放肆！这里是大梁皇宫，所以我们才还在讲道理。来人，取礼部账册，查盟书何人摆动，岁贡何人经手，边关粮银何人泼妇，一并查。他现在查，不是为了公道，而是因为城外那30万铁骑。不用麻烦各位大人了。这是我漠北暗探这3年来记下的所有户数账目。大梁记拨发边关粮草10万担，我漠北记入边关仓者不足5万，其余进入京中权贵私仓。大梁记赠漠北盐铁500军，我漠北记沈家转手倒卖于南边私商者，逾3成。安抚漠北王女仪容银3万两。是为给和亲公主置办衣裙首饰。衣裙呢？首饰呢？原来在这儿。这是母后赏我的，我不知道来源。胡言乱语！记下。漠北和亲遗银入昭宁公主私库。我说了我不知道。那你现在知道了，要还吗？陛下，臣有罪，可臣也是为大梁着想。漠北新汉年轻，若能借和亲之名将其留在京中，漠北36部群龙无首，我朝边境便可安稳10年。所以你欺君？臣欺的是漠北，不是陛下。陛下难道不想要一个没有王的漠北吗？皇兄，沈尚书也是为了大梁。漠北强盛一日，大梁边境就不得安宁一日。若真留在宫里，哪怕只是名义上的妃子，对我们都有利。周宁，我知道你们觉得我任性，可我是大梁公主，我病弱，可我也想替大梁做点事。今日我逼他摘陵确实不妥，但若能借此压住漠北气焰，又有什么错？昭宁公主，你比沈崇礼聪明，他改盟书是想把我困在京城，而你逼我摘陵，是想让漠北看见他们的心寒如何受辱，从此在36部面前抬不起头。昭宁，你有没有参与改盟书？皇兄，我只是听沈尚书说漠北女子最重王陵，我没有碰盟书，我只是想帮你。陛下，现在问这些还有什么用？上书，关公城防，漠北新汉入宫挟天子，意图谋反。只要他死在宫里，城外铁骑便是无主之兵。到时大梁占据城墙，未必不能一战。你觉得他们无主？先寒已死，新寒未测。你不过是个还没坐稳王位的女子。谁告诉你，漠北侧侯要在王体？沈崇礼，你敢逼宫！陛下，臣是为大梁除此心腹大患。今日若放他活着走出皇宫，30万铁骑会把大梁压得10年喘不过气。沈尚书，你疯了！公主现在装什么无辜？不是你说呼延赵烨若不低头，大梁永无宁日吗？多少人？宫中2000，城防云8000，外加沈家私兵，够他做梦。拦住他！
沈尚书，你以为韩魏要在今诏之内册封36部图腾悬于天空，天地共认，这便是漠北新君的加冕大典？呼延寒，拿下！我为大梁，我都是为大梁，我都是为大梁。你为的不是大梁，是你自己的功名。即刻封存礼部、户部、转运司3处账册，凡参与篡改盟书者，革职候审；凡侵吞户氏银两者，抄没家产，补偿边关军民；凡私卖漠北盐铁者，以通敌论处。昭宁，你参与逼辱漠北新汗，挑动两国争端，即日起禁足长宁宫，无朕旨意，不得出宫。皇兄，她是你亲妹妹啊！所以朕才只是禁足。呼延寒觉得不够。大梁家事我不插手，但漠北的账要另算。你不是听不得铃声吗？你想做什么？漠北每年春末会在边市开3个月马铃集，牛羊过市，马队穿城，铃声从日出响到日落。从明年起，你去边市监账3年。不可能！我有心病，我会死的！那就让太医随行。你好大的胆子！你敢让大梁金枝玉叶的公主去边境受苦？太后放心，漠北不会让她受苦，我们只是让她去亲耳听听，她今日闲吵的铃声是怎么从边民的牛羊、商比的马车、两国百姓的生计里一声声响出来的。准，臣知罪。你为守城将军，不厌国书，却听一个公主哭2声便要我跪行。若今日来的是别国使臣，你也这样守城？臣裴之燕革去守城将军一职，发往北监军中，从小卒做起。让他去守边市。昭宁公主听铃，总要有人护送。臣令罚。呼延姑娘，臣失言，臣罪该万死。称谓是小事，不是小事。礼仪由礼部定夺，礼部无权辱他国君主。学得挺快，那就去漠北学3年真正的礼仪吧。皇帝，你当真要为了一个外人，将你的亲妹妹送到那等孤寒之地？昭宁从小体弱，她若死在边境，你要天下人如何议论你这个兄长？母后，他若不去，死的可能就是朕，是大梁的江山。朕保了他的命，已经是看在您和皇室颜面的份上，此事不必在意。呼延昭夜，呼延昭夜，去我母家的姑舅府上，告诉他们本宫受此欺辱，皆因漠北妖女入京蛊惑军心，干涉内政。公主，陛下有令，您不能。他能进我的族，还能封住全京城的嘴吗？就说那呼延昭夜名为会盟，实为祸国。他在宫宴上逼杀尚书，如今又要清查国账，下一步就是要将我大梁的国库搬空。我要让京中所有士族都知道，今日他能逼我，明日就能踩在他们所有人的头上。我要让她成为人人喊打的祸国妖女。韩王，那些大梁人现在都说您是媚上妖女，还说您要掏空他们的国库，简直欺人太甚！我去割了他们的舌头。狗被打了总要叫几声，让他们叫。可这会影响您与大梁皇帝重签盟约。舆论是弱者的武器，他们想用口水淹死我，是因为他们手里已经没有了刀。去告诉萧景恒，我要的东西该送来了。您要什么？大梁礼部过去5年与我漠北所有往来的账册、户氏清单、岁贡拨付，一页都不能少。汉王，你要的账册都在这里了。只是礼部的人说，怕是不止这些。哦，还有一小部分被封存在了皇家内库，说是那部分账目事关国体。
汉王，这分明是做贼心虚，内库里的账不敢给，定然是贪墨的大头。急什么？鱼已经进网，现在要做的是慢慢收线，而不是把网扯破。走遍。5年，岁贡损耗3成，边境护市，我漠北卖出战马5000匹，入账竟只有3000。去年以修缮边城建楼为名，摄取白银20万两，可那段边墙去年冬天就塌了。汉王，京中流言四起，都说您是贪得无厌的祸国妖女，数名老臣联名上书，萧景恒被架住了，朝中言官都在弹劾您，再这样下去，重签盟约怕是……昭宁公主想用舆论杀我，那我便借大梁自己的刀斩断她的根基。去一趟文香居茶楼，御史台有个叫李清源的言官，人称李愣子，最爱去那儿。你去找个机会，不小心把这几页纸掉在他面前。是，借刀杀人。漠北蛮夷不知礼数，竟妄图干涉我大梁内政，陛下定要严惩。臣御史李清源有本启奏：臣弹劾礼部账目不清，侵吞岁贡，虚报军资，致使边后空虚，将士受冻。彻查。陛下不好了！何事惊慌？太后娘娘她在驿馆门前给漠北韩王送礼去了。我们太后说了，漠北韩王也是女子，身边总有不便之时，这些儿郎都干净得很，保管能让韩王满意。退下。韩王可还满意？若是不够，够了。太后有心了，这份大礼我收下了。汉王，都进来吧，回去告诉太后，她送来的人我很会用，也劳烦你在此稍等，亲眼看看我是怎么用的，好回去交差。你们谁会打算盘？谁识字？很好，乌兰鹤，去把库房里所有的算盘、笔墨、砚船都搬出来。从今天起，你们就住在这里，不必伺候，只做一件事：研墨、理账、打算盘。我漠北人手不够，太后娘娘雪中送炭，真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3个时辰之内，我要看到礼部这5年的账目总烂，做不完，谁也别想吃饭。汉王，学生发现一笔账目，有些奇怪。干得不错，赏你1碗肉吃。汉王，这安平侯是太后的亲侄子，手握京畿粮草调度大权。我知道，正因如此，这把火才要烧得更旺一些。呼延汉王深夜到访，又是为了账目。请陛下过目。3年前，岁支50万两，边关军备犒赏。这笔钱本该在漠北将士的身上，变成铠甲、战马和粮食，但现在看来，
它似乎变成了安平侯府上的亭台楼阁。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岁贡，是盟约中明定的军费支持。大梁出钱，漠北出兵，如今钱款不知所踪。若东晋有失，蛮族扣关，不知安平侯的家产能否挡得住他们的铁蹄？此事朕知道了，多谢汉王告知。传禁旅指挥使高原。陛下，高原，你亲自带人秘密给朕盯死安平侯府，府中一草一木、一人一语都不得遗漏。若走漏半点风声，提头来见。末将遵旨。陛下，不好了，不好了！何事惊慌？陛下，安平侯府在连夜转移财产，看那方向是想从蜜枣出城，而且他们的人马似乎还想把昭宁公主殿下从软禁地接出来。混账！废物！给朕封锁全城，把安平侯给朕碎尸万段！陛下息怒，末将已派人封锁密道，但安平侯府蓄养死士，抢攻恐伤了公主殿下。公主，她自己要跟着反贼跑，还怕伤？朕的好妹妹。陛下何必动怒？不过是几只秋后的蚂蚱。胡言赵夜，你看够朕的笑话了！我从不看笑话，我只解决制造笑话的人。陛下忘了，昭宁公主如今的安危也系着我漠北的颜面。禀韩王，擅闯公主寝宫的37名匪类已全数拿下，公主殿下毫发无伤。陛下以为我将账册交给你，就会安心回驿馆睡大觉吗？狗急跳墙总会咬人。我只是提前让乌兰赫带人在公主殿下宫外做客罢了。那些死士确实悍不畏死，可惜碰上了我们。陛下，汉王，不好了！昭宁公主殿下方才受浆过度，心急复发，已经昏死过去了。哦，病了。我漠北随师使团中正好有一位医术高明的军医，最擅长对付这种急症，不如让他去为公主瞧瞧。公主殿下脉象强劲，气息沉稳，壮的能独自打死一头小牛，没什么心急，就是你们中原水土太养人，身子娇贵了。依我看，纯属水土不服，多吹吹我们漠北的干风，跑跑马，晒晒太阳，保管百病全消。残了人！汉王，这是从安平侯府搜出的，安平侯背后似乎还有人。信中提到了宫里的一位大人物。胡言赵夜，你赢了，你满意了！看着我这么狼狈被赶出京城，你是不是觉得畅快淋漓？陛下，这是安平侯的供词，里面详述了他如何与太后娘家内外勾结，侵吞军饷，以及受何人启发，才动了劫持公主逃往南疆的心思。你的每一次不甘心，都只会让你母家的人离断头台更近一步。安平侯很聪明，为了活命，他把所有罪责都推到了太后和你的身上。他说是你暗示他，只要能带你离开，你愿意为他求情。他说是你母后告诉他，只要事情闹大了，陛下为了皇室颜面，就不得不收回诚意。不是的，皇兄，你别信他，他在撒谎。假的，都是假的。安平侯的账算清了，但他的上线，那位藏在信里的大人物，陛下不好奇吗？我的人查到，所有被侵吞的黑钱，在流入安平侯之前，都经过了同一个地方——司礼监。胡言赵夜，你说司礼监，那政治呢？魏安是司礼监掌印，是朕的肱骨之臣，忠心耿耿。你凭什么空口白牙的污蔑他？就凭每一笔被贪没的银两，最终都指向了司礼监的账房。就凭安平侯那封密信里提及的大人物，恰好与魏总管在同一日出宫办事，
陛下，证据链已经很清晰了。巧合，京中事务繁杂，这能巧合不胜枚举。魏安若真是幕后主使，为何要用沈崇礼和安平侯那样的蠢货？他图什么？此事到此为止。汉王，此番入京，你的目的已经达到，身家已除，昭宁已发。朕可以向你保证，在新盟约上，朕会做出更大的让步。护市的关税，朕可以再降半成，每年的岁贡再加1万匹锦缎，如何？朕拿出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远比追查一个虚无缥缈的大人物来的重要。家丑不可外扬，此事就此了结。陛下，看来你还是没明白，如果大梁的根都烂了，再丰茂的枝叶也不过是镜花水月。一个敢篡改盟说的礼部尚书，一个敢勾结外戚的司礼监总管。有这样一群人在你身边，我漠北凭什么相信新签的盟约不会在墨迹未删时就又成了一纸空文？我今日可以为了半成关税和万匹锦绢收手，可明日呢？若是这位大人物觉得新盟约有损他的利益，他是不是又可以煽动边将挑起摩擦？我护颜赵烨要的不是大梁的施舍，而是一个能说话算话、信守承诺的对手，一个能真正保障我漠北利益的盟约。这朝堂里的蛀虫一日不除，这盟约就一日不稳。够了，朕说了。此事到此为止，你不要得寸进尺。陛下是怕查，还是不敢查？或者我换个问法，这大梁究竟是姓萧，还是姓魏？陛下为国事操劳，也要保重龙体才是。保重？朕看着大梁江山早已是千疮百孔。陛下圣明，些许宵小，不足为虑。宵小？顾言赵烨今日竟与朕说他掌握了司礼京贪墨的铁证，说你魏安就是幕后主使。你说这是不是天大的笑话？陛下，奴才冤枉，奴才对陛下的忠心天地可见。那漠北韩王分明是想将脏水泼到奴才身上，离间君臣，搅乱我大梁朝局。此等毒计，陛下万万不可轻信呐！起来吧。朕自然是信你的，只是那漠北韩王怕是不会善罢甘休，自己多加小心。谢陛下信任。韩王，您真的确定他今晚会来？他会的。一个习惯了掌控一切的人，绝不会容忍一份能置他于死地的证据在别人手里多留一晚。韩王，不急，让他进去。动手。韩王，这些人的后颈都刺有墨妖图腾，牙中藏毒，是宫里内廷尉的死士。这种死士只听命于一人。把他们的尸体处理好，尤其是后颈的墨央图腾拓印下来，派人连夜送进宫，直接送到陛下的御案上。韩王，这岂不是打草惊蛇？蛇已经出洞了，现在要做的是让养蛇人看看，他的蛇已经敢咬主人了。魏安，他竟敢！你赢了，朕承认朕小看了他，也小看了你。这不是输赢，陛下，是你我的脖子上都悬着同一把刀，不同的是，我的刀在明处，而你的刀藏在暗处。朕不能动他，至少现在不能。我知道，所以我们得让他自己把脖子伸出来。既然敌人费尽心机想要寻找证据，那我们就给他一个证据。围猎场人多眼杂，变数极多，你怎么保证他一定会中计？又怎么保证他拿到东西后不会立刻销毁，反咬你一口？因为这份我为他准备的假账本里，记录着一笔他做梦都想销毁，甚至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的交易，一笔他当年是如何与沈崇礼合谋，出卖漠北前任韩王，也就是我父亲行踪的情报。
畜生！汉王无碍吧？无妨。天助我也！真是天助我也！今日围猎，气氛正好。朕心血来潮，欲与漠北韩王比试剑法，为今日秋妹助兴。魏安，你来做这个裁判，为我与韩王持把吧。汉王好剑法，朕甘拜下风。魏总管，别怕，这支箭会不会射出去，不取决于我。你身上藏着的东西，比这箭靶更能决定你的生死。来人，给朕搜！陛下，陛下饶命！冤枉啊！他是构陷，是他构陷我！魏安，你还有何话可说？哈哈哈哈哈哈！陛下，你以为他呼延昭烨是什么好人？你以为他父亲漠北的老韩王就是什么光明磊落之人吗？我这里还有，陛下，呼延昭烨的父亲漠北老韩王呼延博是个叛徒。胡说八道！让他说。你最好想清楚，欺君的下场可不只是死。奴才这条命已经是您的了，又何必再说谎？陛下，请看，10几年前，老韩王韩魏不稳，为了巩固权力，他暗中与我大梁达成密约，愿意以苍狼部10万勇士的头颅以及漠北3座盐湖为代价，换取大梁出兵帮他铲除异己。先寒的私印，呼延昭烨，你看到了吗？这就是你那个英雄父亲的真面目！你脚下的王座是用同胞的鲜血和白骨堆起来的！别急，我的汉王殿下，这份密约不过是开开眼，他的副本此刻应该已经通过我最快的渠道送到了漠北苍狼辈首领赤纳大人的手中了。你笑什么？魏总管，你为了伪造这份密约，想必是下了不少功夫。
你模仿我傅寒的笔迹很像，连他写字时微微向右倾斜的习惯都学到了。先皇笔记，天下皆知，何须我多言？是吗？那你可知道，我傅海写狼字时，最后一笔从不带钩。漠北的狼桀骜难驯，勇往直前。我傅寒常说，为狼者有进无退，有死无生，绝不拖泥带水，更不会在身后留一个软弱的钩子。而你这份密约上每一个狼字收笔之处，都带着一个谄媚的钩。你告诉我，这是我傅寒的亲笔？不过是一笔之差，谁知道是不是你傅寒后来改了习惯？口说无凭，谁能证明？我能。现在，我们等。看到了吗，陛下？没有回信，赤那首领他信了，他信了。陛下，请看。家事，关门打狗，外人勿扰。不可能，假的，这也是假的，赤那怎么可能？现在证据够了吗？哦，对了，我还让苍狼部首领把给你送信的人也一并送回来。陛下饶命！是魏总管命小的去漠北送信，许我做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小的也是一时糊涂啊。拖下去。不，陛下，老奴冤枉。御史陈望敢于直言，忠心可嘉。即日起擢升为督察院左监督御史，协同彻查沈崇礼、魏安一案，凡有牵涉者，严惩不贷。臣领旨，必不负陛下所托。等等！下一个就是你！陛下明察，臣与韦安贼素无往来，他这是血口喷人啊！臣对大梁忠心耿耿，天地可见。够了，兵部乃国之重器，容不得半点差池。郑修，陛下，你即刻起暂搁官职，闭门思过，待督察院查明真相后再议。臣遵旨。陛下肃情朝纲，雷厉风行，我深感佩服。但家事清算完了，也该谈谈我们的国事了。这是我漠北拟好的新盟约草案，请陛下过目。无言照夜，你不要欺人太甚！欺人太甚！欺人太甚！陛下，这话可说反了。先前被大梁君臣围在城门外，强行扯断亡灵，险些被逼下跪的人是我。被你们篡改盟书，从一国之君变成和亲之女的
也是我。我只是在讨一个公道，一个能让我漠北36族相信大梁的国书并非儿戏的保证。赔款是弥补我漠北的损失，通商是为两国未来的生计，而道歉是为了重建信任。信任这种东西，打碎了就必须用最屈辱的姿态才能捡起来，这是你们亲手打碎的。陛下，不好了，宫门出事了！慌什么？说！太傅大人率领着御史台、翰林院的几十位大人长跪在勤政殿门外，说他们听闻了新盟约的草案，认为割地赔款，天子道歉是奇耻大辱，是亡国之兆。他们以死相见，请陛下一战，也绝不签此辱国之约。混账！一群只知公贪误国的腐儒！战？拿什么战？拿他们的口水去淹没漠北30万铁骑吗？陛下，我大梁立国100年，何曾有过天子向蛮夷道歉之先例？此约若签，国体何在？颜面何存？陛下将成亡国之君，我等亦无颜面见列祖列宗于地下。请陛下降旨，与漠北决一死战。臣等愿为先锋，马革裹尸，也绝不受此奇耻大辱。妖女，是你用妖术媚主，祸乱我大梁。今日有我等忠臣在，便绝不容你得逞。陛下若签此约，便是千古罪人。我等追随陛下，唯有以死明志。死很容易，但死的毫无价值，就显得很愚蠢。你们口口声声愿为大梁马革裹尸，血染江城，很好。可你们的血应该洒在抵御外敌的战场上，而不是浪费在自家宫门口的这场表演里，只为了成全你们个人那点可笑的名节。表演？你这蛮夷妖女，竟敢污蔑我等忠臣之心！真正的忠臣是为君分忧，为国谋利，而不是在君主面临两难选择时，用自己的性命作为筹码，去堵死他最后一条退路。你们这是逼宫，不是死谏。加了这事情的母口问们。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谈谈体面的问题了吗？都退下。说出你的条件。我的条件一直写在盟约草案上，陛下看过。赔款、增开护士、严惩涉事之人，这些朕都允了。但是天子亲笔书写罪己诏向漠北公开道歉，绝无可能。傅颜赵烨，你不要得寸进尺，朕可以给你2倍的岁贡，甚至3倍，用金银来弥补大梁的过失，这也是朕能给出的最大诚意。陛下，你以为我兴师动众，陈兵30万于边境，为的就是你国库里那些发霉的银子吗？我不要你的钱。漠北的勇士不缺金银，漠北的牛羊也能换来我们需要的粮草。我要的是一个态度，我要大梁从你这位天子开始，到最底层的贩夫走卒，都发自内心的明白一件事：漠北不是你们可以随意欺辱的藩属，我们是与你们平等的邻国。岁贡可以弥补漠北的损失，但无法洗刷你们刻在骨子里的傲慢。这份傲慢不被敲碎，今日之事，明日还会发生。新签的盟约，不过又是一张随时可以被你们篡改的废纸。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这只铃铛从来都不是什么亡灵，这个名字是你们中原人赋予它的。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体弱多病，夜里总是哭闹不休。我的母亲，漠北最温柔的女人，就会抱着我坐在帐篷门口，摇晃着脚腕上这只她自己打制的银铃，那就是哄我入睡的摇篮曲。她告诉我，铃声会赶走草原上作祟的恶灵，能让小羊安稳地吃草，
能让迷路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后来，他去世了，这只铃铛就成了我唯一的念想。再后来，我长大了，傅寒将整个漠北的重任交给了我，我依然带着它，却不再仅仅是为了怀念母亲，我带着它是为了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身为漠北的寒王，我的责任是让我治下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母亲的摇篮雨中安然入睡，而不是在寒冬里因为缺少布料而冻死，不是在饥饿中因为等不来大梁的岁纵将粮草而夭亡。陛下，你现在懂了吗？我要一个道歉，从来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那些因你们礼部贪腐而枉死的漠北边民要一个公道，是为那些守着盟约却被你们当成肥肉一样吞噬的无辜牧民要一个说法。沈崇礼之流在京城锦衣玉食的时候，我漠北的战士正穿着单薄的皮甲在风雪里巡逻；昭宁公主用本该属于我漠北的仪容银打造金镯的时候，我漠北的孩子正缩在破旧的帐篷里瑟瑟发抖，他们的冤魂，他们的哭声日夜在我耳边回响，那声音比这铃声响亮10000倍。天子不能道歉，这关乎国体，关乎历代先皇的颜面，朕背负不起。但大梁的皇子可以，朕派太子亲赴边境，在两国界碑前向漠北宣读朕的罪己诏，并以储君之尊亲自为所有在近年冲突中阵亡的漠北将士祭酒，如何？新盟已定，愿大梁与漠北自此再无兵戈，互通有无，共享太平。愿如陛下所言。陛下，酒中有剧毒！谁敢放肆？封锁太和殿，任何人不得出入。乌兰鹤，带我的人守住殿门。林统领，我需要你的人，立刻去查御膳房，从厨师到传菜工人，一个都不许放过。照办。陛下，人抓到了，此人是御膳房厨师沈三，方才企图服毒自缮，被当场拿下。沈三，沈崇礼的族人。没错，你这妖女，你害死我叔公满门，毁我沈家100年基业，我恨不得食乳肉亲二品。今日就算杀不了你，我也要让你在大梁永不安宁。今日之事是朕疏忽，朕想致歉。他很无辜，这就是你们大梁的内斗，总是要牺牲掉这些不相干的人。明天签约，我希望用他的血来警示所有人。
奉天承运，大梁皇帝漠北汉王共立盟约：其一，重开边市，互通有无；其二，严惩贪墨罪臣，归还所欠岁贡。汉王，你受辱于此，是朕之过。这只亡灵见证了两国不快的过往，朕已命大梁最好的工匠用魂金与谜玉为汉王重铸此灵，全当朕的赔礼，也象征我们两国金玉之盟再无裂痕。这是何意？多谢陛下美意，但这只亡灵不必重铸，我会将它就这样带回漠北。我要将它高悬于王庭的函帐之顶，悬在36辈首领议事的金帐之上。我要让所有漠北的子孙后代，每一个初学骑射的少年，每一个编织毛毯的少女，都看见这道裂痕。这道裂痕将是漠北永不熄灭的警示之火，它会告诉我们，当你不够强大的时候，你的信仰会被人当作矫饰，你的尊严会被人随意践踏。它会告诉我们的后人，永远不要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别人的仁慈之上。你听，这才是铃声该有的样子。这是我送给陛下的最后一份礼物。这是什么？魏安的根系，它扎在大梁朝堂的土里，远比陛下想象的要深。有些名字，连陛下的内廷尉都未必知晓。我的人在查抄沈崇礼府邸时，从夹墙里找到的暗账，记录了魏安每一次联络死士的金钱往来。为何要给朕这个？凭着它，你本可以继续搅动大梁风云。一个内忧外患、随时可能崩塌的大梁，与我漠北并无要处。我要的是一个能够信守盟约、可以长久互市的邻居，而不是一个烂摊子。更何况，我不想在我离开之后，还有人打着魏安报仇的旗号去伤害我的子民。朕明白了，你的这份礼物，朕收下了。作为回报，朕也送你一份安信。魏安攀咬的兵部尚书，朕会下旨将他贬为边关庶服，即日启程，就让他去日日夜夜看着他曾经想毁掉的新盟约是如何让两国边民安居乐业的。呼延照烨，朕心中还有一个最后的疑问，你当真不想做大梁的皇后吗？陛下，你的后宫雕梁画栋，极尽奢华，能困住天下最美的金丝雀。可陛下的后宫能装得下草原的枫木？哼，是朕唐突了。朕该知道，鹰是不会爱上楼龙的。陛下知晓便好。若这世上真有什么天下可言，也该是我漠北的铁蹄去一寸寸张良，而不是让我困于谁的宫墙之内，耗尽一生。汉王，说，京城守卫的兄弟传来消息，沈崇礼与魏安的家产数目惊人，我们在他们府邸的密室里找到了真正的贪腐核心，大量的金银珠宝，还有一张覆盖大梁半壁江山的官商勾结网，所有账目都用密文写成，
幸亏我们提前破了密码，这些罪证足够萧景恒再杀掉半个朝堂。还有别的吗？有，在沈崇里的密室最深处，发现了一批陈年旧账，看样子是魏安当初藏在这里的，大部分都是废纸，但有一本很奇怪。哪个宫里多用了木炭？御膳房买了什么食材？鸡毛蒜皮不成体系。属下觉得，这或许只是魏安此人太过谨慎，没什么大用。韩王是否要就地销毁？内务府奉密旨，采南疆焚心草香料，计120斤。下一个就是你！汉王，这李靖竟是如此狼子野心之徒，我们是否要将此正？不，现在还不是时候。为何？趁他病要他命，让大梁君臣相夷，内斗不休，对我们漠北不是更好吗？一条刚被钓上线，还在拼命挣扎的鱼，肉又老又柴，没什么吃处，不如把它放回水里。给足饵料，让它安心长大，养得又肥又棒。等到它忘记了钩子的存在，以为自己就是这片池塘的主人时，再收线。那样的鱼才最美味。属下明白了。恭迎汉王荣归漠北。汉王，前方便是传来密报。汉王，可是要……来都来了，正好边事就在眼前，顺手再查一笔。不是说了本宫要静养，谁都不要来打。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不是回漠北了吗？本汉荣归故里，途经此地，听说公主水土不服，病得厉害，特来探望。公主这心急，闻起来倒是和京城的配方不太一样。本宫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把你卖给这位公主府侍女的东西，当着公主的面再说一遍。汉王饶命，公主饶命！小人卖给这位姑娘的是能让人看起来面色苍白、浑身无力的病荣散。公主，看来这大梁的疆土你还没看够。客人，甜吧，自己家晒的，没加东西。来一包。给多了。多的是订你明年那一批的。汉王，您跟一个卖杏干的订明年的货。他明年还会在这里。那万一他不在了呢？那就算我送他的养老钱。
汉王，回家吗？回。